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修正 Lab 修診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我們今天來聊一本，可以說是大家都聽過，但可能很少人真正讀懂的經典。沒錯，就是《西遊記》。很多人一想到他，腦子裡浮現的畫面大概就是孫悟空金箍棒一拿，一路打打殺殺，斬妖除魔，感覺超熱血的，對吧？但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啦，《西遊記》真的就只是這樣嗎？一個單純的打怪獸故事？如果它真的這麼簡單，那它憑什麼可以流傳好幾百年，甚至紅到全世界，變成一部誰都知道的經典？這背後一定有什麼原因吧？ OK， 我們先來聽聽看大師級的人物是怎麼說的。近代有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胡適先生，他就說《西遊記》基本上就是一部很有趣味的神話小說。他的意思就是大家別想太多，不用把它搞得太複雜。那些什麼佛家、道家的深奧道理，很多都是後面的人自己加上去的。老實說，光看故事表面，胡適先生說的也沒錯，對吧？這本書的想象力真的是天馬行空，非常好看。不過，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更有趣的思考了。如果一個故事的核心真的就只有有趣這兩個字，它真的有那種能量，可以撐過幾百年的時間，影響整個東亞，甚至漂洋過海，讓全世界都知道嗎？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可能啦。我認為，在這層有趣的包裝底下，一定藏着一個更宏大、更精密的深層結構。所以，今天這支內容，我們就要一起來拆解《西遊記》裡頭隱藏的這套系統。我們會先聊聊它為什麼不只是一個故事，然後深入分析兩個很關鍵的場景，也就是山跟河，它們到底代表什麼。接着，我們會來看看主角孫悟空，他這一路上心態是怎麼進化的。最後，我們會把這些東西全部整理起來，變成一張，可以說是我們每個人都能用的人生西遊地圖。好，我們就先從第一個關鍵點開始，跨越你內心的山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小說裡的唐三藏幾乎是看到山就怕得要死？這真的不是因為他膽子特別小哦，這其實是作者故意留給我們的一個重要線索。在這個故事的象徵系統裡，山這個東西從來就不只是一座擋在路上的大石頭而已。如果你仔細去看原著，會發現一個超有趣的對比：唐三藏是逢山必懼，看到山就怕；但孫悟空是遇妖必打，看到妖怪就衝。唐三藏的這種恐懼其實反映了一個很古老的觀念，就是古人認為山這種地方就是妖魔鬼怪的地盤，所以山其實就是我們內心各種障礙跟恐懼的實體化。每次唐三藏開始害怕，你就要知道，這是在預告接下來團隊要面對的不是外在的敵人，而是一場內心的硬仗。來，我們舉個最經典的例子，就是平頂山那一關，金角銀角大王的那個大絕招是什麼？沒錯，就是那個紫金紅葫蘆。他只要對着你喊出你的名字，你只要敢一聲，下一秒你就被吸進去，直接 GG。這其實是一個超級精妙的比喻哦。它象徵的是什麼？就是我們對名聲、對自我的執着。當你被自己的名字、被別人貼在你身上的標籤給綁死的時候，你就輸了。所以這場戰鬥的本質根本不是打妖怪，而是在戰勝那個放不下自己的念頭。接下來我們看一個更直接的證據。簡直就是作者在跟你明示了，竹節山在這一關書裡面寫得清清楚楚。那隻叫做九靈元聖的獅子精是怎麼來的呢？就是因為主角們心裡動了一個念頭，叫做好為人師。白話一點講，就是驕傲、自大、愛說教的心態，才從他們內心長出來的心魔。你看，這已經不是在暗示了，這根本就是作者直接掀桌告訴你：這場戰鬥。戰場就在你的心裡面。好了，跨過了意識層面的高山，接下來挑戰升級了。他們要渡過更深、更難搞的河流。而且作者在這裡埋了一個超有意思的設定，那個我們印象中上天下地什麼都行的齊天大聖孫悟空，他其實有一個很多人都沒發現的致命弱點。沒錯，
就是孫悟空他不擅長水戰呢。你想想哦，這絕對不是作者亂寫的。如果說剛剛講的山代表的是那些我們比較清楚的意識層面的挑戰，比方說對名聲的執着、驕傲自大等等，那麼水呢？水就象徵着更深層、更看不見的潛意識，也就是我們那些說不出口的慾望、複雜的情緒，還有所有在台面下的暗流。悟空一進到水裡就變弱，正好就說明了要處理這些潛意識的東西有多麼棘手。那要理解這一點，我們得先來解鎖通天河這一關背後的文化密碼，也就是一個叫做魚籃觀音的古老傳說。這故事大概是這樣：有個提着魚籃的超級大美女突然出現在村子裡，結果全村的男人都為她瘋狂。她就說：“好啊，誰想娶我，就要通過背佛經的考驗。”考到最後，只有一個姓馬的年輕人成功了。結果沒想到，就在結婚前，這個美女突然就死了。最後在她的墳墓裡，才揭曉她其實是觀音菩薩的化身。你看，這個故事的核心就是在用情欲當成一種考驗跟修行的工具。所以通天河那一關其實是整本《西遊記》裡面極少數正面在處理色欲這個主題的章節。那問題來了，碰到這種自己不擅長的領域，悟空是怎麼做的？硬幹到底嗎？不是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在原著裡面，他飛去南海找觀音菩薩求救的次數超過10次。這就告訴我們，孫悟空真正厲害的地方，不只是他很能打，更厲害的是他那種超級務實的智慧。他總能在第一時間就知道 ，OK， 這件事我搞不定，然後他會毫不猶豫地去找外部資源，整合所有能用的力量來解決問題。這才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智慧。好，剛剛我們聊完了外在的試煉，接下來我們把鏡頭拉回到主角自己身上。孫悟空這個角色啊，他並不是一個從頭到尾都沒變的英雄，恰恰相反，這趟旅程一個最核心的目標，就是要讓他完成自身的蛻變和進化。他的轉變其實是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軌跡的。你看哦，在旅程剛開始的時候，他超級殘暴，常常是不分好壞，連旁邊的小嘍囉都一棒打死，搞到連菩薩都看不下去。但是到了旅程中期，他開始懂得克制了，他會去判斷這個妖怪是不是真的壞到該死，甚至有一次還因為一個妖怪沒做過什麼壞事，就決定放過他。那最關鍵的轉捩點是在旅程的後期，他學會了一樣東西，叫做慚愧。有一次，他請來幫忙的天兵天將也被妖魔打敗了。書裡寫道，他第一次感覺到不好意思，覺得是自己連累了大家。所以，整個故事的關鍵點就在這裡：一個從石頭裡蹦出來、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子，竟然會感到慚愧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他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純粹力量的化身了，他開始進化，變成一個有道德感、有同理心的生命。這一步就是他從妖魔轉向佛的那個起點，是他真正要成聖的開始。講到這邊，你可能已經慢慢發現了，《西遊記》的整個故事架構其實就是一張地圖，一張描繪我們個人要怎麼成長、怎麼修煉自己的通用地圖。它不只是唐僧師徒5個人的故事，它其實也可以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。我们可以把這趟偉大的旅程呢，整理成一個4步驟的成長框架。第一步是先識別出你內心的妖魔，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對名聲、對驕傲、對慾望的執着。第二步是學習克服外在的挑戰，要記得像悟空一樣，懂得整合資源，不能只靠蠻力。第三步是轉化你自己的天性，從一種本能的衝動，進化成有意識的智慧跟慈悲。那最後一步呢，就是達成身心的整合。就像故事最後，他們搭上了一艘無底船，把過去的肉身留在河裡，這就象徵着舊的自己死去了，迎來一個身心靈合一的全新自己。所以，當我們把這所有線索都串起來看，你就會明白，《西遊記》真的遠遠不只是一本有趣的奇幻小說而已。它其實是一本結構超精密，一步一步教你個人要怎麼樣通過人生重重的考驗，最後完成自我實現的一本指導手冊。這就引出了我們最後的一個思考：在你自己的這趟人生《西遊記》裡，你現在正面對的是哪一個試煉？是哪一座讓你恐懼的山？還是哪一條你遲遲不敢渡過的河？好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《
西遊記透過山跟河這兩個深刻的象徵，揭示了我們人生中兩種核心挑戰，一個是意識層面的心魔，另一個是潛意識層面的慾望。而主角孫悟空的進化過程更告訴我們，真正的成長不只是打贏外面的敵人，更重要的是內在的轉化，要學會整合資源，並且最終生出慚愧跟慈悲的心。他給了我們一張非常完整的個人成長地圖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期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